在我这个时代的偏见，主要是人们会觉得说我是原住民，所以我有加分，我考试会有加分，会有一些福利。对，所以我曾经就是有遇过我的好朋友的妈妈，曾经跟我的好朋友说，你不要跟冠景玩，因为冠景可以不用认真读书，就可以上好学校。我叫林冠景，那我今年28岁，那我是在台湾长大。那我在2021年的时候，在民族系硕士班毕业，那所以我是在做跟原住民研究相关的工作。我在乌来这个地方出生的。那乌来它是一个大部分很多都是泰雅族居住在那边的地方。但是我不是在部落长大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那我是在我长大之后开始念民族系之后，因为教授还有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再次回到我的部落去学习我的文化。在我这个时代的偏见，主要是人们会觉得说我是原住民，所以我有加分，我考试会有加分，会有一些福利。对，所以我曾经就是有遇过我的好朋友的妈妈，曾经跟我的好朋友说，你不要跟冠景玩，因为冠景可以不用认真读书，就可以上好学校。然后或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很会唱歌、很会跳舞，或是很会讲笑话，然后或是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偏见，因为他们都认为原住民可能很擅长这些。我觉得我在台湾生活遭遇到的这些偏见，会让我觉得有被误会的感觉，会觉得郁闷啦，就会觉得很想要好好的跟人家解释，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或是人家可能也不想听，所以就可能就是闷在心里，会觉得有点郁闷这样子。那我很少跟我父母讲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事情，嗯，不会对我来讲，其实并不会很难过，但是会对我跟我的家人自己在内心的部分会产生一个隔阂吧。就是我会常常会觉得，哦，你们不懂我在做什么，你们不懂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我的父母在我小时候就是很重视教育，所以我才从部落我爸爸才从部落，然后举家就是搬家到城市，希望我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那我的妈妈她在结婚之后就在家里带小孩，因为她希望说她能够好好的自己教自己的小孩，所以以前都会拿棍子，然后逼我跟我弟弟写作业啊，或者是错就要打几下，扣几分就要打几下这样子。我是在大学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认识了民族系的老师。那民族系的老师就说：“哎，其实我未来如果想要有继续念研究所的话，可以考虑念民族系，因为这跟我的文化有相关。”然后我就从大学当他的助理，在那边打工，然后就跟他一起，就是去到我自己的部落，因为他研究的地方就是我的部落。然后我就回到部落，然后开始认识那边的长辈，然后就决定要念这个系了。我父母在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反对我念这个系，因为他们觉得念原住民有关的东西没有出路，就不会赚钱。他们认为我应该要去念商，或是就是比较赚钱的行业这样子。那我爸爸也会觉得说，我辛辛苦苦工作让你出来，在外面念书，你居然要回去部落研究原本的文化。对，那我爸爸也是非常的站在这个认为文化没有用的这个角度去看待原住民。他其实不太敢跟人家说我是念民族系，因为他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来第二，他其实内心对原住民这个角色是感到自卑的。因为在我这个时代，人们对我有偏见，对原住民偏见。在我爸爸那个时代，我爸爸遭受到的偏见跟歧视是更严重的。人家是认为说原住民就是会称他叫环纳，环纳就有点像是英文的 savage 的意思。对，然后所以
我爸爸那个年代其实就是不想要承认自己是原住民，对，所以今天我去研究这个文化，其实在他心中是蛮抗拒，他觉得这东西不好，嗯，所以我爸爸应该说不是说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感到失望，而是一种揭开他过去的一些伤疤的感觉吧。不过他后来慢慢有改变了，我爸爸，因为后来政府一直在推原住民的政策、原住民的福利、原住民的研究，这跟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的整个社会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也开始因为有做原住民的计划，然后他是教授，在他的大学被重用，去专门做原住民领域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始对这部分没有那么抗拒。